你正在成为那个你曾经渴望的样子。这句话如果放在以前，我可能会立刻否认，不是因为不想，而是因为我看不见。我只看见自己还不够好的地方，还没抵达的距离，还在努力却依然不安的状态。我记得那时候的我，常常在心里描绘一个未来的自己。那个自己比较稳定，比较勇敢，比较不容易被打倒。那个自己好像知道要往哪里走，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怀疑整个人生。我以为那是一个很远的目标，远到我必须再撑久一点，再忍多一点，再变得更不像现在的自己，才有资格靠近。所以我不断修正自己，否定现在，推迟肯定。我告诉自己，等我更好一点再说，等我不再害怕，等我更确定，等我真的站稳。却没发现，我其实每天都在往那个方向走，只是走得很安静，不是那种戏剧性的蜕变，而是一点一点的选择。选择不再勉强，选择诚实面对感受，选择在不确定里不再责怪自己。那些选择当下看起来都很小，小到我以为他们不算什么进步。直到有一天我回头看，我才发现很多曾经让我羡慕的状态已经慢慢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开始能够停下来，而不再那么恐慌。我开始在关系里说出真实，而不是立刻退让。我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受是有价值的，不需要被立刻修正。那些不正是当初的我最渴望的吗？我才明白，成为不是某一个瞬间的抵达，而是当你回头时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用旧的方式活着。你不再用逞强证明存在，不再用否定逼自己前进，不再用怀疑消耗每一步。那样的你，也许还会害怕，还会不确定，还会偶尔想退后。但你已经不一样了，因为你不再离开自己。你愿意停下来听，愿意慢下来感受，愿意在还没完美之前就站在自己身边。这件事，曾经的你多么渴望。你渴望有人理解，渴望有人支持，渴望有人告诉你，你这样已经很好了。而现在，那个人正在慢慢变成你自己。你开始给自己空间，给自己信任，给自己允许。你不再急着成为谁，却反而更靠近真正的自己。你以为你还在路上，其实你已经走进那个状态里了。只是你走得太温柔，所以没有察觉。成长从来不是一声巨响，它更像是某一天，你突然发现，原来现在的你已经能承受一些以前会把你击垮的事。原来现在的你已经会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我们慢慢来。原来现在的你已经不再用痛苦证明价值。你正在成为的不是一个完美的人，而是一个愿意陪自己走的人。那正是你曾经最渴望的样子。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觉得自己不够，还觉得路很远，请不要急着否定。你只是站在成长里，而不是站在终点。而那个你曾经仰望的自己，正在你每一次不再背叛感受的选择里慢慢成型。你不需要再追，因为你已经在成为了。你正在经历的混乱，其实是重新排列。这句话，如果出现在混乱当下，往往很难相信，因为混乱的时候，你只感觉到失序，感觉到不安，感觉到好像一切都不再照原本的方式运作。你会怀疑，是不是走错了路？
是不是做了错的选择？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以前的我，一遇到混乱，就立刻想要修正，修正情绪，修正状态，修正人生。我急着让事情回到原本的样子，好像只要恢复秩序，我就能再次安心。但后来我才发现，真正让人痛苦的，不是混乱本身，而是我一直在抗拒。那个已经不适合我的排列方式被打散。很多混乱，不是突然发生的，它们其实已经酝酿很久，只是以前的我，用撑，用忍，用忽略，把那些不合适的地方，硬是维持在原位，直到有一天，内在再也撑不住，整个结构才开始松动。那一刻，看起来像崩塌，其实是松手。你会发现，原本很确定的事开始动摇，原本抓得很紧的关系开始改变，原本以为非走不可的方向，突然让你提不起力气。那不是你变了，而是你不再适合用旧的方式站着。混乱会让人焦虑，因为它拿走了熟悉感，没有顺序，没有标准答案，没有可以立刻照着走的地图。你会感觉自己像被拆开，像站在一个什么都还没准备好的中间地带。但我后来慢慢明白，重新排列本来就会先乱，就像房间要整理之前，东西一定会先被拿出来，看起来很乱，却其实是为了重新找到更合适的位置。你现在感到混乱的地方，往往正是那些早就不再对齐的部分。价值在移动，关系在调整，角色在松动，那些不再属于你的，开始离开原位，那些真正重要的，正在找新的位置站好。只是这个过程不会提前告诉你结果，它只会邀请你暂时待在不知道里。以前的我很讨厌这种状态，因为不知道会让我没有掌控感。但现在的我对混乱多了一点理解。我知道，如果一切都那么混乱，却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，那才是真正的停滞。而混乱之所以出现，正是因为有东西准备要换位置了。你不再能用旧的逻辑解释自己，不再能用过去的方式勉强前进。那不是失败，而是升级前的拆解。有些答案必须在旧结构解体之后，才找得到空间出现。有些你真正想要的生活，必须等那些不属于你的期待先被移走。混乱让你暂时失去方向，但它也让你重新看见自己站在哪里。你会开始更诚实，更敏感，更靠近内在。不是因为你变脆弱，而是因为你不再用麻木维持秩序。如果你现在正在一段混乱里，请不要急着给它定义。它不一定是低潮，也不一定是错误，它很可能只是你的人生正在重新排列。那些离开的，本来就该离开；那些留下的，会站得更稳。而你正在学着不用旧的位置，重新站好。混乱不是惩罚，
而是一种过渡。它不会永远持续，但它需要被走过。当排列完成，你会发现自己站在一个更贴近内在的位置，不是因为你控制了一切，而是因为你允许该动的东西动，该走的东西走。你正在经历的混乱，其实不是失去方向，它只是为了让你不再走回头路所必须经过的重新排列。你正在放下的是不属于你的重量。一开始你可能没有察觉，只是隐隐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再那么抓得住，有些责任开始让你疲惫，有些情绪明明很重，却说不清为什么要一直背着。你以为那是你该承担的，你告诉自己这是成熟，这是体谅，这是为了不让任何人失望。于是你背得很久，背着别人的期待，背着不是你造成的后果，背着早就不适合你的角色。你没有抱怨，甚至还说服自己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。只是你越走越感觉呼吸变浅，越前进越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累。后来你才慢慢发现，那些重量并不是突然出现的，他们一个一个在你选择体贴，选择忍耐，选择先顾别人的时候，悄悄落在你身上。你不是不愿意付出，而是你从来没有被教过要分辨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过度承担。于是你把所有都当成自己的事，别人的情绪你接住，别人的选择你善后，别人的不安你扛着。你以为这样世界就会安稳，却没发现你自己正在慢慢下沉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突然不想再撑了，不是叛逆，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种很深的疲惫，让你再也无法假装没事。那一刻，你可能会感到内疚，你会怀疑是不是自己变了，是不是不再那么善良，是不是辜负了什么。但其实你只是开始分辨哪些重量真的属于你，分辨哪些责任从来就不是你的份。当你开始放下，不是一瞬间的轻松，而是一种很陌生的空。因为你太习惯背着东西前进，一旦卸下，反而不知道手该放哪里。但就在那个空里，你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。你发现，原来你可以呼吸得更深，原来你不需要时时刻刻准备补位，原来你的人生不必永远在收拾别人的残局。你正在放下的不是责任感，而是过度的负担；不是爱，而是牺牲；不是善良，而是把自己放到最后的习惯。那些重量你背了很久，久到你以为那就是你，但它们只是你曾经用来生存的方式，而现在你不需要再用那样的方式证明价值。当你慢慢放下，世界也许会短暂不适应，有人会不习惯你不再那么好说话，有人会失落，因为你不再替他们承担。但那不代表你错了，那只是代表你终于把重量交还给该承担的人。你开始站回自己的位置，那不是逃避，而是一种回收。回收你的能量，回收你的时间，回收你原本就该用来照顾自己的力气。你会发现，当不属于你的重量被放下，你的步伐自然会变稳。不是因为路变平，而是因为你不再背着不必要的东西前进。你正在放下的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，你只是终于承认，有些重量从来就不该由你来扛。而当你愿意这样做，
你不是变轻浮，而是变真实。真实的活在自己的身体里，真实的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。你正在放下的是不属于你的重量，那不是失去，而是一种终于回到自己的开始。你正在学会的是不再为难自己。这件事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一次又一次你撑到不能再撑之后慢慢浮现的选择。以前的你其实很会为难自己，不是因为你喜欢痛苦，而是因为你以为只有这样事情才会往前。你习惯在疲惫时告诉自己再一下就好，在不想要时说服自己忍一忍也没关系，在已经很努力的时候还是问自己是不是还不够。你把为难当成一种负责，好像只要不逼自己就会停下来，就会失去，就会变得不够好。所以你很少真的站在自己那一边，你站在期待那一边，站在标准那一边，站在应该那一边，而你自己常常被留在最后。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这样活着真的太累了，不是事情太多，而是你对自己太不留情。那一刻你才明白，真正压垮你的不是外界的要求，而是你内在从来没有停止过的苛责。于是你开始学一件很不习惯的事，你开始停下来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一定要这样吗？不是反抗世界，而是检视自己。你开始发现，有些要求早就不再适合现在的你，有些忍耐其实没有换来任何成长，有些为难只是延续了旧的生存方式。当你第一次选择不再那么勉强，心里其实很不安。你会担心，这样是不是变懒了？是不是不够努力？是不是对人生不负责？但你也开始注意到，当你不再为难自己，身体反而松了一口气，呼吸变深，心不再那么急，连情绪都不再那么尖锐。你才明白，为难自己从来不是前进的唯一方式，有时候它只是让你走得更慢、更痛、更迷失。你开始学会在累的时候休息，而不是责怪；在不想的时候拒绝，而不是勉强；在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允许自己等等。那些选择没有让你停滞，反而让你走得更久，因为你不再一边前进一边消耗自己。你开始发现，当你不再为难自己，力量反而回来了，不是爆发力，而是一种稳定。你不需要每天逼自己也能持续，你不需要否定感受也能前进。你不再用痛苦证明价值，你用尊重留住能量。你正在学会的不是放弃要求，而是把要求放回合理的位置。你仍然在乎，仍然努力，只是你不再用折磨来换取成就。你开始相信，人生不需要一直站在极限上才算有意义。有些路是温柔也能走远的，而你正在慢慢走向那样的路。你不再急着证明，也不再害怕慢。你知道，不为难自己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成熟，一种终于知道什么该坚持，什么该放过的智慧。你正在学会的，其实是一种很深的善待，善待那个一路走来已经很努力的自己。而当你这样做，人生不会因此停下来，它只会用比较不同的方式继续带你往前。你正在走的是一条回到自己的路，这不是一条一开始就被看懂的路，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
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后退，因为这条路没有明显的掌声，没有立刻的成就感，也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笔直又清楚。它更像是一种慢慢撤回那些你为了适应世界而多走的弯路，撤回那些你为了不被否定而带伤的角色，撤回那些你以为非做不可，却让你越来越不像自己的选择。以前的你其实走得很远，远到连自己都常常被放在最后。你走向期待，走向标准，走向别人眼中应该成为的样子。你以为那就是前进，却在某个时刻发现内心越来越空。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，而是因为你离自己越来越远。于是有一天，你开始慢下来，不是因为放弃，而是因为你再也走不下去那条不属于你的路。你开始问一些以前没空问的问题：我真的想要的是什么？我现在的疲惫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？如果不再勉强，我会变成怎样？这些问题没有立刻给你答案，却悄悄改变了方向。你开始收回注意力，不再那么急着向外证明。你开始听见感受，即使它们不完美、不理性、不符合期待。你开始尊重那些曾经被你压下去的声音。那条路看起来没有比较快，却让你第一次感觉脚踩在地上。你不再那么害怕停下来，因为你知道你不是迷路，而是在回家。回到那个不用表现、不用解释、不用证明的状态。回到那个知道自己累了就该休息，知道不想就是不想的地方。这条路有时候会让你感到孤单，因为你不再走在人多的方向上，你不再追逐，也不再迎合。你选择诚实，而诚实一开始总是安静的。但正是在这份安静里，你慢慢找回力量。不是那种向外扩张的力量，而是一种内在站稳的力量。你开始更清楚什么是你，什么只是习惯。你开始知道哪些选择会让你安心，哪些会让你再次迷失。你不再用痛苦证明你走在路上，你用贴近自己确认方向。你正在走的这条路，可能没有人替你指引，也没有人替你保证结果，但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：你越走越像自己，你越走越不需要分裂。你不再一边前进，一边否定感受；你不再一边选择，一边怀疑存在。你开始站在自己的身体里，用自己的节奏呼吸。这条路不一定会让你立刻成功，却会让你不再迷失。而那其实是一切真正开始的地方。因为只有当你回到自己，人生才不需要一直把你拉回来。如果你最近感觉到外在的方向变得模糊，内在的感受却越来越清楚，请不要急着否定。那很可能代表你正在走对一条不需要再背叛自己的路。你正在走的不是离开世界，而是带着自己重新走进世界。不再勉强，不再分裂，不再用别人的版本活你的人生。你正在走的是一条回到自己的路，而那条路不需要快，也不需要被所有人看见。只要你知道每一步都离自己更近，你此刻的稳住正在撑起未来。这句话不是在要你撑下去，也不是在鼓励你咬牙忍耐，而是想告诉你，你现在所做的这件小事正在悄悄改变时间的走向。以前的你很容易被拉走，被情绪拉走，被焦虑拉走，被还没发生的事情拉走。
你一不安就急着动，急着解决，急着证明，急着让一切快点恢复正常。你以为那是负责，其实那是一种对不确定的恐惧。所以你很少真正稳住，你总是在反应，很少在当下。直到有一天，你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，不是立刻行动，而是先站好，先呼吸，先感觉，先让自己不要被拉走。那一刻，外在什么都没有改变，问题还在，答案还没来，未来依然模糊。但你没有散，你留在身体里，留在感受里，留在此刻。这件事看起来什么都没做，却是你人生里非常关键的一步。因为稳住不是停滞，稳住是在混乱中不再把力量交出去。当你不再被情绪牵着跑，当你不再被恐惧逼着决定，能量就会开始聚集。不是外放，而是回来。你可能感觉不到明显的改变，但你的内在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它在校准你的节奏，校准你的位置，校准你和未来之间的距离。如果你现在很急，你走的每一步都会偏。但当你稳住，未来反而走得比较直。因为你不是用慌乱决定方向，而是用清楚。你此刻的稳住，也许只是没有再回那通讯息，没有立刻答应那个请求，没有在情绪最高点做选择。看起来很小，却正在替未来省下很多绕路。你正在为未来的自己保留一条不那么辛苦的路，因为你没有把决定交给焦虑。你没有把人生交给一时的恐慌，你选择站在原地，把自己撑住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一种成熟，是一种知道，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立刻回应的智慧。你可能会怀疑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你会不会只是拖延？会不会错过时机？但你要知道，真正属于你的东西不会因为你稳住而离开，反而会因为你稳住，更容易走到你面前。因为你站得住，你才接得住。未来不是被你追来的，而是被你承载来的。而承载的前提，就是此刻的稳。你现在不散，未来就不会乱。你现在不急，未来就不需要补救。你现在把自己撑好，时间就会替你把事情放到对的位置。所以如果你现在什么都还没解决，什么都还不确定，请不要急着否定自己。你正在做一件非常有力量的事，你正在稳住。而这个稳，不是为了现在看起来好一点，而是在替未来撑起一个不会倒塌的基础。你此刻的稳住真的没有白费，它正在无声的替未来的你挡住不必要的混乱，留住真正重要的方向。你不需要再多做什么，只要继续好好站在这里。未来会因为你此刻没有倒下而站得更稳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